6月10号，特朗普跟福克斯新闻吹了一个小牛皮，说自己当晚跟伊朗官员直接通了电话，对方求他不要再炸了。同时，他得意洋洋地报了一组数字，说49枚战斧已经打出去了，战斗机也跟着炸了一圈了。最近的目标距离德黑兰只有40英里。然后呢？然后特朗普他话锋一转，说轰炸马上停可以，但是伊朗要是不签协议，我们会把他们炸个稀巴烂。可惜呢，伊朗的官员当天回应说特朗普谎称伊朗官员曾与其接触，只不过是为了避免对伊朗开战而找的借口而已。相信新闻大家都刷到了，美国和伊朗这次又打起来了。美国前脚刚让以色列别动手，内塔尼亚胡也说好独自面对的准备了，结果呢，美国后脚自己先动手了，这就把很多人给看懵了。那么下面简要给大家捋一捋这一轮是怎么回事。就6月8号，美国一架 AH-64阿帕奇在阿曼海岸坠毁，2名飞行员获救。按常规呢，应该先调查原因。不过特朗普9号一早便咬死说是伊朗击落的。那么下面有意思的事就来了，有美国官员随后透露说可能与一架仅2万美元的伊朗的无人机相撞了，而阿帕奇价值3500万，1750的交换币。但是呢，伊朗官方随后冷静地回应说过去24个小时未在霍尔木兹海峡搞过空中攻击。伊朗的副外长甚至暗示说可能无意发生。不过呢，特朗普不管，他9号下午下令自卫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炸了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伊朗的防空系统和雷达。不过呢，这次轰炸美国不光炸到了军事目标，伊朗随后公布的损失还包括西里克市2个民用的储水设施和一座电信塔。随后当地居民饮用水中断。随后伊朗反击，10号凌晨，革命卫队无人机奔袭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声称击中了爱国者系统的天线和雷达。随后伊拉克北部哈里尔美军基地的雷达挨了炸弹。伊朗还宣称共打击了21个目标，包括在布什尔省击落一架价值3000多万美元的 MQ-9 死神无人机。双方这一次是实打实的互炸了2轮。那么真正让局势崩盘的是在11号凌晨，伊朗最高军事指挥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刻关闭，任何船只禁止通行，可以说直接掐住了全球能源的咽喉。同时，伊朗的革命卫队声称击中并摧毁了美军18个重要目标。美军防长赫克塞斯随后放话中央司令部今晚会很忙，要猛烈轰炸伊朗的关键设施，并撂下了一句话如果我们需要用炸弹来谈判，那我们就用炸弹来谈。那么这次这么一打，就让特朗普总统有点尴尬了。今天上午呢，我让小伙伴帮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从今年3月至今，特朗普总统至少37次说协议快达成了。6月9号还在说2-3天之内，结果呢，第2天下令继续轰炸。他还爆出了一个秘密的任务，就是美军之前摸黑引导了200多艘船，运出了上亿桶石油，伊朗浑然不知，得意洋洋。结果呢，纽约时报随后就打脸了，这个事5月底已经报道过了，伊朗能不知道吗？他还因擅自行动惹怒了沙特，一度被禁飞过境。那么这一轮实打实的损失是令人后背发凉的，因为伊朗这次公布了海上的损失，360艘船舶受到波及，其中253艘沉没或者被完全摧毁，绝大多数是商船、游轮、渔船。54名海员死亡，66人受伤，7人失踪，28人被劫持。4座海事大楼、4个船舶服务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全部被摧毁，民用设施都被炸成了这样，早已经不是精准打击了。所以说，军事上损失是更大的。17艘军舰被击沉或者摧毁，包括4万吨级的无人机航母沙希德巴盖里号和12万吨前进基地舰马克拉恩号。2艘潜艇重创或者沉没，阿巴斯港总部被炸，科纳拉克基地起火，海军人员的伤亡在1000到1500人。所以说今天的情况就是，特朗普一边说协议快成了，伊朗求我停炸，一边不断的加码轰炸，一边吹我们控制了海峡，一边连飞越沙特领空都得看别人的脸色，一边说伊朗经济崩溃了，伊朗却反手关闭了海峡，炸你的雷达。这场仗打了将近4个月了，特朗普总统以为极限施压能让伊朗跪下，结果呢，协议没签，
海峡反而关了，以为能拉升支持率，民调却跌到了35%。美军目前阵亡了13人，伤了400多人，42架飞机报销了，福特号也趴窝了，以色列的 F-16的机棚还被端了。最新的还有什么呢？最新的消息，美军在约旦阿兹拉克基地的 F-35的机库和指挥控制中心。完了吗？没完。11号当天，伊朗革命卫队又补了一刀，宣布2波行动下来，击中并摧毁了美军在中东的18个重要目标。所以说，朋友们，可以说特朗普发动了一场自己选择的战争，他高估了美军，低估了伊朗，低估了非对称作战，现在他难以脱身了。不过前几天节目我说了，特朗普已经自己给自己穿上了防弹衣。无论怎么说，这位交易大师把自己逼到了这个份上，打不服，谈不拢，退不了，海峡一封，全球油价跟着抖，他还能再吹几次所谓的秘密任务呢？最后呢，我也想给大家报告，最近几天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看，俄乌冲突让大家看到了，让全世界看到了无人机的厉害，那么你说美伊冲突未来会不会让全世界再次看到无人艇和无人潜航器的厉害呢？好了，这期节目呢是上集讲的是面上的一些情况，今天呢还会有下集，下集更精彩，因为下集讲的是一些细节，细节见真章，欢迎大家蹲守，我抓紧时间。